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1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402.58，收盘价是392.50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6.80，最低价是在388.3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6449.25万股，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，双线是趋合拢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，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个短暂的冲高，也就是上方在407附近遇到压力之后，然后股价即迅速的下跌，直到下方是在390附近得到了支撑，然后呢，股价在盘中一直是在当日 K 线的低部，也就是底部进行震荡，最后呢，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中下部，因此呢，我们会看到当日的 K 线是留下了上下影线。那么从当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，也就是开盘股价即一路下行，可以看到呢，那么股价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。那从收盘价我们会看到，虽然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但是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实体部分，也就是这个中红 K 线的实体部分，包含了左面这个绿 K 的实体部分。那么通常如果股价反弹到高位或者上涨到高位，出现这样的 K 线组合，我们把它称作叫长红吞噬。那一旦出现长红吞噬呢，股价即会有这个回档的走势，因为之前的这根 K 线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，然后新生成这根 K 线呢，收盘没有跌破前低，说明没有确认这个直涨的信号，但是呢，出现了这样一个长红吞噬。成交量呢，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，并不是一个增量，但是这样的一个长红吞噬呢，我们也要重视，也就是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我们说股价的收盘价不能够跌破这根红 K 的最低，也就是388这个位置。那股价一旦是跌破了这个位置，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将会有一个补量下跌的一根 K 线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在4月21日，股价如果不反弹，将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。这是我们从单一 K 线和 K 线组合方面来分析的一个结果。好，那么股价如果能够日后站上这两根 K 线的最高，尤其是409，也就是这根直涨信号 K 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强势反弹的走势，否则呢，股价将会有回档的一个走势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 K 线信息。那么对于4月21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回档或者横盘的一个走势。重要的是，日后股价的收盘价不能够跌破5日均线值。一旦跌破5日均线值，我们认为股价对于这一波涨幅将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进入到深度的回档，
那目前下方的这个362将是一个重要标志位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强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4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393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或者说是继续横盘向上，那么收盘价是在405，而实际在4月20日收盘价是在392.50，股价是出现了回档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回档，不仅是在点位上相接近，同时性质相同，再有呢，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。好，那么股价现在出现了回档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对于4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仍然是337。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的最低388，这是一个重要标志，也是一个支撑位。再有一个就是362，那么这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被跌破呢，股价才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才有可能会到达337。那337如果被跌破呢，将会继续延续特斯拉股价的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么一旦日后股价回档跌破这个位置，上面将会出现新的头，也就是这个头低，那么这一波的几个头呢，将会成为是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走势，而一旦跌破337、409，将会是一个新的头部。好，那么337如果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325，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73，这是我们说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上行，上行的三个目标呢，仍然不变。第一个目标仍然是416，在到达它这个位置之前，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409将是一个阻力。当然在到达409之前呢，股价还要出现反弹的走势，也就是要重新突破400整数关口，然后再突破409，才有可能到达第一个目标416。第二个目标是436，第三个目标是452。好，我们再来看4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个交易日 K 线实体的上沿是在400整数关口附近，也就是401。那么在4月20日盘中，其实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。那么到了4月21日，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新生成这根 K 线实体的中线在398附近。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盘中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继续横盘甚至是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股价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我们不排除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走势或者收盘价呢会跌破5日均线值，甚至是前低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398。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5%的多头仓位，那么我们的最后一次加仓是在392这个位置，之前是364，还有352，这是我们3个加仓的位置。那么这15%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369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么股价在4月20日收盘价在392.50，股价是出现了回档，在这个位置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到了4月21日，这个仓位我们要继续给出
停利的位置是守5日均线值，是在392到395之间，也就是次日股价的收盘价如果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应该是停利出场。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好，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继续可以守362，甚至如果想要承担更大的风险，可以守337，或者说是长期持有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，是从400关口附近一直到409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。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62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400关口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把它和这条中线联系起来，是398到400整数关口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呢是407到410，是前面2根 K 线的最高。第三个压力位是416，第四个压力位是43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392到395，我们把它放在支撑的位置上。第二个支撑是388前低，第三个支撑是380到382，是这个区间。第四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370到373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第五个支撑是362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4月21日我们给出的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。第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回档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低开盘或者是小幅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394，下方最低会到达381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88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394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。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或者说是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391，上方最高会到达401，收盘价会收在395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408，那么收盘价将会收在405附近。好，如果出现这样的走势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391的。满足了这两个条件，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行或者叫反弹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4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